如果有看漫威的，可能不会陌生。任何的建筑都无法和这个多柱大厅相媲美。他们是如何在3000多年前把这300多吨的一个巨型方尖碑给运到这里的？为什么古埃及人会把这个屎壳郎当做一个神圣的东西呢？这个就是法老的领路人啊。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阿龙。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钟了。我想趁着早上天气不热的时候，去这个卡纳克神庙去看。白天的气温呢会到40多度的，特别的热。所以呢，我必须得早起。这个卡纳克神庙呢，它是修建于3900多年前，它是古埃及最大、最宏伟的一座神庙了。在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巨大的神殿、巨大的这个石柱，然后还有很多法老的雕像。它也是太阳神阿蒙神的一个崇拜的中心。阿蒙神他就是王权的一个保护神，他是所有埃及众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万神之神了。在3000多年前，每一任法老他上任的时候，都需要来到这个神庙这里进行朝拜的。并且要毕其一生对它进行扩建，如此的代代相续。所以说这个神庙已经修建了超过1600多年了。其实甚至还有这个塔门都还没有修建完成的，到现在。以前尼罗河的水位是很高的，他们朝拜是需要坐船过来。你看这里以前就是他们的码头。像他们以前庆祝活动的时候，那些祭司就要抬着太阳神的雕像，然后呢坐船来到这个地方。在第一塔门的门口有这个公羊大道。很多这个羊头狮身的一个雕塑，这些羊头狮身像呢，他们就是阿蒙神的化身，并且仔细看这个羊头下面呢，还有一个法老的雕像的，这个就是拉美西斯2世了，代表着君权神授。法老他手里是拿着2把钥匙的，那个是安卡，就是他们前往来生的一个钥匙，生命之石。走过了公羊大道，我们就来到第一塔门了。在一般的神庙里边，塔门只有1座的，但是这个卡纳克神庙有10座塔门，可想它的地位与众的不同啊。这个塔门是修建于托勒密时期，其实这个神庙它是由里向外扩建的，所以说它里面的那个建筑部分呢，年代要更久远一点，然后属于外边这个呢，年代要新一点点。现在就穿过第一塔门，来到第一庭院。然后一进门，左手边这里呢就是塞提2世的神庙了。这里供奉了底比斯的3个神，中间这里呢供奉的是太阳神，然后左边是他的妻子，右边呢是他的儿子孔苏。提到孔苏，如果有看漫威的，可能不会陌生。没错，就是月光骑士里面的那个月神孔苏了。现在我们进去孔苏的神庙里面看一下，一进来就发现很明显的墙壁上有被水泡过的痕迹，你看都起壳了。还有这一边，半截墙面那么高了。像这些空位格子呢，以前就是放的神像，只是说现在没有了。至高无上的太阳神，请接受我的祭物，小狗吧。原来在第一庭院这里呢，它是有10根这样子的巨型柱子的，但是呢，经过沧海桑田，现在只剩下1根了，立在这里，完好的1根，在这儿。在第2塔门入口这里呢，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然后这一座呢，他脚上还有他妻子的纳菲尔塔利的一个小小的石像。如果有看过《法老的宠妃》那部小说的话，应该对纳菲尔塔利还有拉美西斯2世都很熟悉了，这2个名字。现在终于可以走入多柱大厅了，这个就是卡纳克神庙的精华所在。任何的建筑都无法和这个多柱大厅相媲美，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宗教的建筑群了。大家看一下，这里有134根巨型的石柱，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旁边的人啊，就知道它有多大多巨型了。在现场看实在是太震撼了，就是拍摄的视频跟照片完全无法传达心灵上所感受的那种震慑，因为这是3000多年前的一个留下来的柱子，而且柱子上面都雕刻了十分精美的那个文字还有图画。看到吗？前面这几根柱子颜色十分的鲜艳。当然，因为这个河水浸泡的原因，大部分的这个柱子的底部、根部这个壁画呢都已经脱落了，就在这个位置脱落掉了。但是没有一根柱子经历过3000多年是倒掉的，一根都没有，全部都是屹立着完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石柱上的雕刻刻得特别的深，那是因为法老不希望他的这些杰作被后人所抹掉。或者给覆盖掉，因为有很多后面的法老呢，他们会把自己的名字还有画像覆盖到这些石柱上边，所以说他们就刻得特别的深，防止被覆盖了。然后在柱子的上边呢，它是有这个栅栏的，看到没有？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栅栏呢，阳光能够照进来，然后照在这个
主干道上，让这个主干道十分的明亮，就会有这个明亮的变化。然后呢，亮度会往两边依次递减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神庙群，卡纳克神庙给人的感觉就是令人震撼。大圆柱和轴线式的设计影响了后来的希腊建筑和世界建筑。最让人着迷的是刻在柱子上、墙上、神像基座上的那些优美的图案，还有象形文字。有战争的惨烈，也有田园生活的向往，有神灵与法老的亲密，也有法老们的愿望。这些刻在石头上无数的字符，就像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向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游客都展示了一个遥远而曾经辉煌的古埃及。这石柱上的象形文字都很写实的，是一个个鸟，或者是鱼，或者是人，就他们把这些图案连在一起，我们却读不懂是什么意思。他们就像是一种，怎么说呢？他们就像是一种把世间万物都召唤在一起的一个语言系统，特别的神奇，我觉得。我们穿过多柱大厅呢，就会看到这里有2个方尖碑。然后在我背后呢，就是第一座比较矮的方尖碑了，它是22米高，然后有140吨重的。它是由哈谢普苏女王，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埃及武则天，她的父亲所立的。这个方尖碑呢，它是由一整块花岗岩所制成的，是从南方的阿斯旺那里运过来的。方尖碑的运输到现在还是一个谜的，就是如此大的一个石头，他们是如何从南方那里运过来的呢？然后这是第2根方尖碑，哈谢普苏女王的方尖碑，高29米，重达323吨的。天哪，太恐怖了！我的天哪，他们是如何在3000多年前把这300多吨的一个巨型方尖碑给运到这里的？真的很难想象哎，因为那个时候的生产力特别的落后，包括交通工具也是。难道他们是单纯靠人工来运输的吗？实在是难以理解。这个哈谢普苏的方尖碑，它的下方呢是被这个石块所包围住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他的养子上任之后，就是为了报复哈谢普苏的夺权之仇啊，就把所有含有哈谢普苏的这个雕塑啊，然后还有壁画全部都毁掉，然后把他的方尖碑，把他立的方尖碑给围起来，不让别人看到，就是为了报复他。因为一般来说呢，女性她是没有这个继承王位的权利的，但是呢，这个哈谢普苏女王呢，她就把这个养子给发配到军队里面去训练，然后呢，她自己就掌权，所以呢，那个她的养子继位之后呢，就为了报复他，就这么做了。一般来说，这个方尖碑都是成对出现的，那为什么只剩下1根呢？就是他的父亲的那里也只剩下1根，哈谢普苏的女王的方尖碑也剩下1根，因为有1根是倒塌了，在那一边，在圣湖的那一边。待会儿带大家去看一下方尖碑，它所代表的含义呢，就是人神互通的。但是只有高级别的这个法老或者祭司呢，他们才有这样子的特权去建这个方尖碑的。现在在我前面这里就是哈谢普苏女王的第2座方尖碑了。它是倒塌了，只剩下一部分的，这个应该就是从中间断开了，只剩下一小部分。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一个虫子的雕像，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就是圣甲虫了。我现在跟着他们绕着这个圣甲虫转圈。我们在看很多古埃及那个电影呢，会看到人们进入了那个法老的陵墓。然后就会有一堆黑色的虫子涌出来，然后去吃人的。那个虫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甲虫。这个圣甲虫在动物界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屎壳郎。为什么古埃及人会把这个屎壳郎当做一个神圣的东西呢？因为古埃及人他们是很崇拜太阳神的，看到这个太阳东升西落，他们心里面就会有疑问，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动的这个太阳在升起来落下去的？直到他们看到沙漠当中有这个屎壳郎推着这个粪球推到这个沙堆的顶端，然后再推下来，他们就觉得，哎，可能太阳的背后也有一个巨大的屎壳郎在推动着它走动，所以说他们就开始崇拜了这个圣甲虫了。这个圣甲虫呢，它是有2个作用的，一个就是当做护身符，就是在这个虫子的2边画上一对翅膀，然后呢守护你的平安。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这种形态的圣甲虫，它是可以守护阴间灵魂的安全。我们看到很多法老他制作成的木乃伊就会放一个圣甲虫，把它放在胸口这里。那为什么放在胸口而不放在这个脑袋上呢？因为古埃及人认为啊，人的灵魂跟大脑是没有关系的，
人死了之后，灵魂是存在于心间，所以说为什么制作法老的木乃伊的时候需要把内脏都掏掉，唯独心脏是不能碰的。而且人死了之后呢，需要阿努比斯去称重，他们就会把这个心脏跟羽毛一起称重。如果你的心脏比较重，重于羽毛，那就代表你有罪孽，就不能前往来生。如果你的心脏比羽毛轻，那就代表你可以前往来生了。我刚刚看到外边的地图上面显示这边有一个孔苏神庙，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漫威里边月光骑士那个月神孔苏，这边都没有人来哎。孔苏神庙在这边，应该就前面这个。大家看到了吗？这里有个塔门，已经损毁掉了，中间全部烂掉了，只剩下两边。I want to go to the temple of the Khonsu. Yeah, thank you. 各位有没有盗墓迷城的感觉？又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漫威的英雄月神孔苏他的神庙。哇，好清脆的鸟叫声哎！但是好像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Monkey， 哦，这是猴子，这不是羊头，是猴头。哦，这个是赫鲁斯，看到没有？鹰头人身的赫鲁斯。这边是没有开放的区域，很漂亮的壁画，颜色都很鲜艳的。哦 ，this one is Khonsu. Yes, Khonsu. There's Ramses, there's Amon, there's Amonet. 这个就是月之神孔苏了，原来是这样子。大家看到了吗？头上那个圈圈就代表太阳，因为他们崇拜太阳神。这两个洞呢，代表是2公里就能到达卢克索神庙了。前面呢有一个那个狮身人面像的一个大道，两边有很多狮身人面像。哇，他们拿了好大一串钥匙，这个就是安卡。他要说带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不知道有多神秘啊。这个就是法老的领路人嘛。他们这个皇冠还是彩色的。哦，这个是制作木乃伊的过程。那美，这个是小孩子，这个是在喂奶呢。上面有一排这个眼镜蛇，这个眼镜蛇也是他们上埃及的一个象征物。Horus。刚刚在孔苏神庙这里遇到这2个工作人员，很积极的带我去参观啊，就是各种没有开放的那个庙那个壁画也带我去参观，然后告诉我哪个是孔苏，然后哪个是什么神灵，然后他们的壁画代表什么含义，这跟我讲了很多。然后最后呢，给了200埃及镑这个小费给他们，就是只要给钱就可以去参观了这些没有开放的地方，就有一些是没有开放，有一些是开放的。好吧，今天的这个卡纳克神庙的之旅呢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